大家好，我係 YM 阿佬，歡迎大家嚟到 YM 工作室。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單台灣嘅奇案，咁又係發生喺2014年嘅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呢個案件咧，對台灣嚟講咧係震驚全個台灣社會，咁亦都咧喺10年之後，即係啱啱喺2024年嘅時候咧，仍然咧有人係模仿鄭捷嘅行徑咧去進行呢個行兇，咁所以相當嚟講咧就令人震驚嘅。咁我哋而家先睇下啲簡介事件。喺2014年5月21日嘅下晝咧，一班台北捷運板南線嘅列車，當時咧就喺龍山寺站同江子翠之間嘅途中，嗰班車嘅編號就叫222號，喺南港展覽館站開往呢個永寧站。當時21歲，就讀東海大學環境工程學系2年級嘅鄭捷咧，就喺下晝4點22分至到26分呢4分鐘嘅時間咧，係編號2118同埋3118、117同埋118嘅編組車廂入邊咧，進行一個無差別嘅行兇攻擊。隨後咧就喺江子翠站咧遭當時嘅警員同埋民眾制服，但係好不幸咧，事件亦都已經係造成咗咧4死24傷。而當時嘅傷者咧，多數嘅傷處咧就係胸部同埋腹部。呢個案件咧就係自黃富康隨機殺人事件之後咧，喺台灣當時5年內第5單咧隨機殺人嘅案件，亦都係台北捷運咧喺1996年通車營運以來咧第一次發生一個致命攻擊嘅犯罪案件。咁喺2015年嘅3月6日同埋10月30日咧，分別咧就喺台灣新北地方法院一審，另外台灣高等法院進行2審，都宣判咗鄭捷4個死刑係成立，同埋褫奪公權終身嘅。咁亦都去到2016年嘅4月22日，中華民國最高法院3審維持原判，3審定憲咗18天之後咧，經過中華民國法務院花費咗7個鐘咧審查完畢，由當時嘅部長羅盈雪簽署批准，鄭捷喺2016年5月10日接受呢個執行槍決。當時係鄭捷一名死囚進行呢個槍決嘅處決嘅。其實鄭捷咧就唔係話一日之內突然間有個念頭去殺人，喺佢好早之前咧，其實咧再翻睇翻咧，佢已經有一個殺人嘅念頭噶啦。早喺之前咧，原來佢已經喺台灣呢個無名小站呢個部落格咧，就寫咗一系列嘅文章咧，關於佢殺人嘅念頭同埋計劃咁樣嘅。首先咧，佢喺網誌一篇叫《源頭》就咁樣講，佢本身咧就話自己係男仔之間嘅大哥哥，即係英雄領袖啦。小學嘅時候咧，已經每日咧就打啲女仔打得好開心，但係咧班上面咧有2個女仔咧，佢就對付唔到，咁佢發誓咗之後咧，大個咗要殺咗呢2個女仔，甚至佢再大個啲認為咧，既然發得啲咁嘅承諾，就要做到底，更加咧就再俾多承諾自己，如果殺唔到呢2個女仔，一係咧就43歲嘅時候咧，佢自己人間蒸發，即係可能自己解決自己啦；一係咧就要嚟一場大屠殺，目的係咩啊？目的就要揾翻呢2個女仔下落。之後咧，佢繼續咧更加實踐佢計劃。喺鄭捷嘅網誌咧，就開始咧就有啲殺人嘅目標啊計劃啦。喺一篇文章叫做《台北夜殺》啊，咁佢又描述自己喺一個幻想中嘅殺人情景，包括喺一個捷運站咧，就好多人踩嚟踩去啊，捷運入邊咧好多人爆晒頭啊，成個路軌咧血流成河咁樣。而一份叫仇啊，仇恨嘅仇咧，就殘忍地寫咗咧，就話咧其中一句，捉到你一個女仔你，我將唔係人類，因為咧佢會每日灌呢個女仔咧飲強酸強鹼，
咁大家都知道酸性 pH 值咧，如果太酸同埋太鹼咧，都係對身體唔得嘅。咁啊，鄭智咧亦都接連咧讀書方面咧都唔係咁理想，喺國防大學咧就退學，咁啊轉戰咧去咗東海大學，咁但係咧據資料所知咧，佢都讀書讀得唔係咁開心，咁又遭檢舉嘅情況之下咧，就有一個念頭，就係呢個時候去做一場大屠殺嘅情況，就釀成呢個咁嘅無差別攻擊嘅事件發生。咁頭先講咧，就係一啲事後咧抄翻佢啲部落格資料嘅消息，即係一啲當時咧事發時係隱藏咗未睇到消息。咁究竟係咪真係完全冇人知道佢意外前嘅心理狀況咧？其實咧就唔係嘅。咁啊事緣咧就係咧東海大學嘅主任秘書咧阿呂炳寬表示咧，喺意外前發生嘅一個月，即係2014年嘅4月咧，其實初步咧已經掌握到咧鄭智有啲異常㗎啦。並喺嗰個5月咧，即係出事嗰5月咧，就對佢進行輔導。咁喺4月底嘅時候咧，鄭智做咗啲咩？就喺個 Facebook 度寫住要做大事，發表咗2篇咧感覺上唔係咁對路嘅文章。其中鄭智一個高中同學見到之後咧，就通知翻佢哋以前母校啊，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咁再由中學嘅校方咧輾轉咧通知翻東海大學，叫東海大學留意嘅，就話表示咧鄭智喺社交群組咧呢個 Facebook 咧嘅留言有啲唔尋常，覺得佢咧可能有啲反社會人格嘅傾向，提醒要注意佢嘅舉止。咁所以咧同年嘅5月9號咧，東海大學諮商中心嘅老師啦，同埋咧學校嘅軍訓教官咧，就對鄭智進行咗一個約談㗎啦。咁啊，企圖咧摸下佢睇下佢心理狀態，咁啊順便做一個心理輔導。咁啊，鄭智咧喺訪談中咧就話咧，佢喺 Facebook 度寫嗰啲嘢都係發泄下嘅啫，同埋咧佢有寫開恐怖小説嘅習慣。咁呢個講法咧就令到可能說服咗當時嘅老師啦，同埋呢個軍訓教官咧冇察覺有咩異動。咁直到咧事發完之後嘅1日，即係2014年嘅5月22日，同佢咧本身係同一間房嘅室友黃同學，即係溫薇啦。咁啊接觸翻校方約談嘅時候咧，就話其實咧意外出事嗰日5月21日嘅晏晝1點鐘左右咧，呢位黃同學咧諗住同另一個室友咧就曾經打個電話俾阿鄭智約佢食飯嘅。鄭智當時咧就好簡短回應，話人咧就喺台中嘅市區，冇辦法一齊食飯啦，咁啊收線。於是黃同學咧就下晝4點就再打俾阿鄭智嘅手機，我唔知佢係咪喂再睇下佢咁夜晚食唔食到飯啦。咁當時咧下晝4點手機係唔通嘅，咁啊事後回想翻咧，應該咧就係鄭智犯案嘅時間。咁啊室友黃同學就話咧，佢每日同阿鄭智相處咧，覺得鄭智咧係一個脾氣好好嘅人喎嚇，因為佢同鄭智相處咁耐9個月以嚟咧，冇見過鄭智發脾氣，所以咧佢話見到鄭智做出啲殺人行為咧，佢事後啦嚇都覺得好詫異、好驚嚇。咁只可以咁講啦。鄭智可能係一個唔會表露於形式面色俾你睇嘅一個人，即係更加令到可能一啲輔導嚟講咧，係更加難察嗰啲咁嘅隱藏殺手啦，即係咁講。係啦。我哋正式翻去意外當日嘅事件經過。時間翻到嚟2014年5月21日，鄭智首先咧就喺佢就讀嘅東海大學附近嘅台糖量販店，即係一啲家品店咧，買咗一把摺碟用嘅瑞士刀。之後佢就喺台中市嘅潮馬咧搭咗國光客運就北上咗板橋。去到板橋車站之後咧，佢約咗咧一個姓李嘅國中同學咧，就去呢個板橋區江翠嘅麥當勞度食嘢。
期間咧，大家咧就喺度傾緊一隻電玩遊戲叫神魔之塔嘅玩法。離開前咧，鄭智突然間就講咗句：等陣啊，我要先培養下情緒先，我稍後咧就要開始喐手嘅。咁當時個同學咧就以為佢意思咧就係翻去玩機，咁所以咧就冇為意。喺佢哋兩個分開咗之後咧，鄭智就再喺呢個江子翠咧住宅區附近一間叫松青超市咧買咗一把30公分長嘅鈦鋼刀，諗住行兇之用。即係咧，而家佢手上咧已經有一把瑞士嘅折刀，再加一把30cm 鈦鋼刀，諗住去喐手。佢離開咗松青超市之後咧，期間又翻咗去咧，拎咗一把遺漏咗嘅縮骨遮咁樣嘅。我哋將個場景放翻去當時嘅台北捷運入邊，喺當日嘅下晝3點34分，鄭智就由新北市板橋區嘅捷運江子翠站用呢個悠遊卡拍咗卡入捷運。佢當時咧冇即時行兇嘅，佢就搭咗一部咧北上嘅列車咧，諗住計下時間，睇下邊個站最好。期間佢知道咧，當時咧就最長嘅距離就係龍山寺站至到呢個江子翠站之間咧，足足有成3分46秒。大約個感覺就係我哋金鐘站到尖沙咀站嘅距離咯。咁佢認為咧呢段時間就係足夠最佳俾佢犯案時間，因為入邊車廂係冇得走開啦，亦都咧唔似得台鐵同埋高鐵咁咧，每一個車廂入邊咧係有一道門可能 lock 住咗，係過唔到第二個車廂，變咗佢可以咧由最尾個車廂去到最頭，就好似我哋港鐵、地鐵咁樣咯。咁佢部車咧就列車咧就去到呢個國父紀念館之後咧，鄭智就落咗車，佢咧隨即咧就過咗去對面嗰個月台，坐翻南下，翻去江子翠站嘅列車。當時大約係下晝嘅4點22分，列車門嘟嘟嘟嘟嘟閂咗啦，即係話咧呢部死亡列車就已經開出啦。大家亦都唔知道發生咩事。你幻想下我哋平時坐地鐵4點幾，唔係用手機就係可能瞌陣噶啦。台灣當時嘅乘客都係同我哋平時嘅生活冇乜分別。當部車咧開始駛離咗龍山寺站之後咧，鄭智就開始拎出咧佢嗰2把刀，就開始咧由尾二嗰卡車廂開始咧就喐手。佢首先咧就對住3個咧喺度恰緊嘅乘客咧，閉目養神嘅乘客就行兇刺向佢哋先。由於其他乘客咧當時咧都係用緊手機，冇為意個現場環境，所以咧鄭智就把握機會咧就隨即大開殺戒，見人咧就捅同刺。佢仲要咧捅同刺之外咧，佢就下下咧都攞要害咁樣去喐手啊！佢對人咧唔係劈落去咧就斬落去咧，就係對住腹部同埋胸部。咁大家知道啦，心口就可能係啲肺啊、心臟啊，腹部就可能有啲肝臟啊、胰臟啊，甚至大腸啊、小腸嗰啲。總之即係都係俾佢劈親、捅親都係大鑊噶啦。咁佢最變態到咧係，如果見到嗰個人捅完之後冇瞓低，咁你痛會瞓低噶嘛，係咪先？冇瞓低嘅話咧，佢會翻去咧再補多刀。補到咧嗰個人跌咗落地為止，其實真係好變態嘅。其中一個女性嘅乘客咧，俾佢捅咗4刀噶啦已經，咁啊大嗌：你已經斬咗4刀啦，你唔好殺我啦！鄭智因為咁樣咧，冇再對佢施襲，但係鄭智嘅攻擊行為咧非常之血腥，搞到個車廂咧就係晒血。咁啊當然啦，大家見到咁樣嘅異狀都會周圍逃跑啦。咁啊，當然尖叫同埋啲雜物四散啦。咁佢咧一直咧就由尾二個車廂殺到去前面第2個車廂。咁咧直到咧啲人合力咧攞啲遮咧去開個遮陣咧去擋住佢咧，佢先停止嘅。
咁大家可以想象呢3分幾鐘咧，就唔係平時我哋3分幾鐘聽首歌咁樣，係一個非常之咧恐怖嘅屍殺列車，即係每一秒都係關乎生與死嘅。我相信好艱辛之後就到咗晏晝嘅4:26，列車終於咧抵達咗江子翠站，列車嘅門隨即打開。咁大家都知道啦，架列車咁樣斬咗咁多車廂，走得嘅人都一定走出嚟㗎啦。鄭捷咧竟然咧就跟住啲人咧一齊逃跑出月台，並且咧就拿住把刀咧諗住繼續咧向月台上面嘅即係乘客咧就隨機斬殺。但係好在咧就當時咧啲人就奮勇抵抗，就冇俾佢得逞。於是咧佢就諗住咧向住呢個2樓嘅出口咧就走，佢唔係諗住投降啊，係想走啊！好彩咧就俾一位62歲嘅陳姓人咧叫陳峰咧攔住。呢位陳峰咧就奮勇咧將阿鄭捷就即係箍低咗佢，跟住咧就另外有幾位咧見義勇為嘅乘客咧就一齊將阿鄭捷圍住。咁啊，又用遮篤佢啊，攞啲背囊啊、垃圾桶啊、報紙回收架掟佢，加上拳腳，即係我都覺得呢啲係一個合適嘅武力嚟嘅，就將鄭捷制服。之後咧，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啊，同埋呢個救護車啊、救護員啊，就相繼咧就將嚟到現場，將阿鄭捷拘捕啦，亦都將受傷嘅死傷者咧就送去醫院。咁啊，最後咧，根據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最後統計咧，呢個3分幾鐘嘅屍殺咧，好不幸都有成28個人係有死傷情況嘅，當中4個人咧係不幸身亡，24個人咧係受傷，其中包括有自行就醫係有3位，死咗嗰4位入邊咧，分別係28歲嘅男士，佢就係左胸即係心臟位置左右咧被刺穿；一位26歲嘅男性，右頸中咗一刀，傷及大動脈；一位62歲嘅女性，胸部有氣胸血胸；52歲嘅女性，左邊肩膊胸口刺傷；而重傷嘅亦都達到8位，中級受傷嘅有7位，輕傷有9位。喺死傷者入邊咧，最細嗰位咧就係17歲嘅男生，佢就係根據資料咧就右手同埋前胸咧就割傷，而最大嘅受傷者咧就係64歲嘅女士，就右前臂同埋胸口咧切割傷。鄭捷咧被警方拘捕咗之後咧，佢向警方表示咧，其實佢由細到大咧都諗住做一啲佢認為啲大事件。佢當時答得咧仲有情緒好冷靜，目無表情。佢話咧當時犯案嘅時候咧帶咗2把水果刀同埋1把瑞士刀，咁亦都咧冇相關嘅精神病就醫記錄。並表示咧其實喺小學嘅時候已經有殺人嘅想法。佢被捕嘅時候咧，仲要問警方咧會唔會被判死刑。佢話同警方講，其實佢細個嗰陣時咧已經想自殺，不過冇勇氣，唯有咧就要殺咗人哋，等人哋判佢死刑，先可以結束佢痛苦嘅一生。咁啊，鄭捷就話咧，因為佢啲父母咧對佢期望太高啊，佢又覺得讀書咧好辛苦，生活得好辛苦。喺小學5年級嘅時候已經諗住呢個計劃㗎啦。對於斬人犯案咧，佢一啲都冇後悔過，仲好舒暢，因為佢覺得圓夢。如果再一次咧，佢更加講到咧會想殺更多人。佢話咧，佢由細到大咧已經係想要轟轟烈烈殺一紮人，被判死咧死刑都冇關係。呢個志願咧，我都同我高中嘅同學同埋朋友透露過。我咧即係鄭捷話，我就唔理佢哋咧信唔信。其中一個同學知道我嘅立志時候咧，有關心過我，叫我唔好咁樣做。為咗達成呢個夢想，所以我先選擇要去軍校咧鍛鍊身體。點解唔讀體育學校？係因為讀軍校有零用金，即係零用錢，
又唔使花阿爸阿媽啲錢，仲可以攞錢咧報答父母嘅養育之恩，等佢阿爸阿媽高興。為咗完成呢個理想，我由細到大都冇識過女朋友，因為咧佢自己認為咧自己即係佢都會闖禍噶啦，所以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冇未來嘅人。而鄭捷個親細佬第一時間亦都講到咧，派出所了解鄭捷所犯嘅案情之後咧，激動痛哭。警方就問鄭捷個細佬，佢話咧佢好崇拜有才華有理想阿哥，但係就唔相信咧佢阿哥鄭捷會做啲咁嘅彌天大錯。2014年7月21日咧，最終咧就完成咗呢個調查，兼且進行呢個起訴。控方咧就檢控咗鄭捷咧4次嘅殺人罪，22次嘅殺人未遂罪，符合咗呢個大規模殺人嘅定義。請求咧新北地方法院咧判處鄭捷死刑。於是咧就移審咗法院之後咧，鄭捷就係需要咧繼續還押。喺同年咧2014年嘅8月13日咧，一審審理台北捷運案咧就正式開庭，直到2015年3月6日，新北地院一審宣判，判處咧鄭捷係4個死刑，並且就傷勢輕重咧依照殺人未遂罪咧，分別判處咗鄭捷咧有期徒刑由5年2個月至到8年不等嘅。同年2015年嘅10月30日，台灣高等法院二審亦都宣判，再次咧判決鄭捷4個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喺2016年嘅4月7日，最高法院咧創咗台灣當地嘅司法首例，首度喺提訊期間咧押解被告即係鄭捷咧到庭親自作出呢個陳述。鄭捷到咗庭之後咧，除咗向被告受害人嘅家屬道歉之外，亦都表示自己咧只想趕快接受呢個死刑嘅槍決，亦都咧評論咧當時台灣嘅矯正處可以改名成懲罰處，原因咧佢就話監所裏工作咧都係一啲低智商嘅勞力工作，喺監所入邊咧就不斷製造仇恨對立，令到咧受刑嘅人咧未有一個合適嘅教化就出咗獄。出獄之後咧，就遭到不同程度嘅歧視、失業，喺走投無路之下咧，就只好繼續犯案，然後就一錯再錯，變成人間嘅廢物。監所亦都係依條仇恨鏈嘅鏈鎖鎖鏈嘅加工廠，先會發生咧高雄監獄挾持事件。佢藉此咧就諷刺台灣監所教化咧同埋矯正功能嘅失誤。喺2016年嘅4月22日，最高法院卒之3審咧宣判，以5個理由咧判決鄭捷咧係繼續維持翻咧4個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定憲。而呢個死刑定憲之後咧，喺2016年咧5月10日就喺呢個台北看守所收監咧，就等人執行呢個死刑嘅槍決。而剛才講嗰5個判刑理由咧，分別係以下呢5個。第一，鄭捷咧係現場被捕嘅現行犯，罪證咧係明確嘅。第二，鄭捷行兇時咧係沒有刑法第19條呢個心智缺陷或者精神障礙得以減免刑責嘅情況出現嘅。第三，鄭捷嘅犯案情節非常之嚴重，非判死刑咧係不足以咧彰顯呢個正義。第四，台灣當地咧係一個有死刑嘅地方，鄭捷所符合咧就係兩公約所定嘅最嚴重犯罪，情節咧亦都達到最嚴重嘅程度，判死刑咧係冇咩不當嘅。第5點，係咪廢除死刑變咗一個言論自由？兩公約雖然以呢個廢死係為目的，但係法院咧仍要依法咧審判，係唔可以迴避個問題嘅。喺2016年嘅5月10日，即係判處咧佢死刑定憲之後嘅18日，法務部長羅盈雪批准死刑執行令。當5月10號夜晚8點47分至到晚上嘅8點51分左右，鄭捷喺台北看守所刑場咧遭開3槍槍決。喺晚上嘅9點11分，相驗咗之後咧確認死亡。
遺體咧就被送至咧中壢嘅殯儀館。今次嘅死刑執行咧係單獨對鄭捷一個人處理嘅，亦都咧喺2016年5月13日為佢咧進行咗遺體嘅火化，大約咧就喺16點20分完成。嗱，其實咧喺鄭捷死之前嘅幾個月咧，相關嘅死傷者家屬咧已經開始進行緊呢個追討嘅程序㗎啦。咁因為咧呢個案件咧，當時係由鄭捷一個人去引發起，而當時佢20歲㗎啦，咁所以嚟講咧，佢嘅父母咧喺當地嘅法律嚟講咧，係唔需要咧為佢呢個情況咧作出一個補償責任。而當地嘅法律咧有一個叫做全面限定繼承，簡單啲講就係繼承人咧，如果要 undertake 咗嗰個遺產咧，淨係需要負擔部分嘅補償責任。如果唔足啊，即係譬如好似鄭捷咁錢都冇過咧，咁基本上咧啲家屬或者受害者自己咧就攞唔到補償嘅。而咁啱咧，鄭捷就真係1毫子都冇咁樣嘅。新北地檢署咧就發放咗俾4個死者嘅家屬咧，共咧855萬嘅新台幣補償金。咁其實咧係要阿鄭捷去負責嘅。咁鄭捷都冇異議。潘姓死者同埋家屬3人咧，同埋傷者7個人咧，就繼續追求補償。鄭捷咧就判罰佢咧要賠3091萬嘅新台幣。但潘家咧就需要扣除翻咧已經領取咗咧受害人補償金嘅110萬。咁啊，台灣高等法院咧喺鄭捷死之前係5個月，即係2016年1月7日咧就判阿鄭捷咧要賠償3名死者家屬同埋傷者共8個人，共6139萬，即係全數咧要佢找晒。鄭捷對受害人嘅請求一啲咧都冇意見。總共咧，鄭捷其實成件事咧就已經要賠超過1億新台幣，達到1億046萬蚊。不過我都講啦，鄭捷本身咧，佢父母又唔需要承擔，咁佢梗係唔驚啦。佢父母，而鄭捷都知道自己就嚟判死刑啦，咁有冇好驚咧？冇錢，反正佢死咗都唔知咁多嘢㗎啦。亦都咁講，佢自己身無分文，所以就算人哋要佢賠幾多，佢都冇意見嘅呢條友。喺呢部分咧，我哋會睇下當時咧鄭捷喺發生呢個兇案之後咧，當時台灣社會咧點樣處理件事，或者啲政要咧點樣去回答呢個問題。我哋時間翻返去咧2014年5月21日，即係出事當日下晝嘅6點鐘，即係大約發生事嘅1至2個鐘之後，當時新北市嘅副市長侯友宜咧，聯同警方咧就作出一個公開發表談話，佢表示鄭捷咧就係就讀咧呢個台中東海大學環境工程系嘅2年級嘅轉學生。鄭捷就同佢哋表示咧，上週咧本來諗住咧計劃咧畢咗業就再殺人，但係而家咧就先殺人咗先。咁時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陳國恩表示，鄭捷就唔係當時媒體所講嘅爛醉青年，佢嘅酒精值含度咧只係得0.04，等於幾乎冇飲酒。佢飲嘅一啲含氣泡軟性飲料，即係類似啲蘇打水咁樣。至於當時嘅台北捷運公司總經理譚國光亦都表示，當時台北捷運公司咧喺4點26分就由列車駕駛員向行車中心匯報，有乘客咧持刀傷害緊其他乘客，亦都即時咧通報咗俾警方同埋醫護人員到場協助。而控制中心咧亦都將啲車咧開始改道，由亞東醫院站到龍山寺站咧就採用呢個單線雙向通車，直到晏晝嘅5點02分咧，列車恢復正常運作。並表示咧，呢個台北捷運公司咧為每位罹難者嘅家庭咧會發放新台幣400萬元，傷者嘅所有醫療費用亦都會由台北捷運公司全權負責。而當時嘅新北市市長朱立倫咧，亦都喺醫院咧探望同埋慰問傷者嘅，並表示咧將派所有嘅警力確保類似捷運在內嘅所有大眾運輸系統同埋相關嘅公共設施嘅安全。
咁啊，朱立倫咧表示咧，對於社會大眾對於鄭捷嘅父母咧，就即係大呼聲討啦。朱立倫咧就表示要話俾自己孩子聽，我會捉住你隻手，但係路咧始終都要你自己行。即使你大咗之後咧，有一天咧，我都係要放手俾你走，或者冇辦法唔放手。咁雖然咧，佢覺得咧，鄭捷已經係無端端咧就奪去咗4個人嘅生命。但係佢亦都請大家咧放過佢嘅屋企人。朱立倫就咁講嘅，佢話誰能說得準咧？幾時係放手嘅時候？有邊個估到咧？鄭捷嘅父母係咪已經放咗手咧？有邊個確定到咧放手嘅係咪鄭捷自己咧？睇嚟咧係鄭捷自己要揀呢條路，而唔係佢父母即係教化佢做成咁樣嘅。喺5月24日，當時嘅台北市市長郭榮鏗咧，亦都隨住民眾咧前往呢個江子翠站獻花致哀，並咧由該站咧搭翻去台北車站，呼籲咧當地市民咧就唔好因為單一事件咧對捷運失去信心。咁係嘅，當時咧真係對台灣嘅社會咧真係一個好大嘅震動，即係哇！就算俾咗香港都冇可能遇到突然間列車發生一啲咁恐怖嘅嘢啦，係咪先？所以我都明白到佢哋嘅擔憂、震驚嘅。至於當地學者又點樣認為呢？其中一位學者叫張叔忠認為咧，呢次嘅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咧，係源於當地嘅教育當局過分着重呢個個人化課程，導致社會失衡、權威退場。部分隱蔽青年或者啲弱勢嘅社群咧，就可能採取一啲好激烈嘅手段，例如模仿暴力遊戲中嘅虛擬情節進行一個無差別攻擊，藉以達到咧吸引人哋嘅注意。而佢鄭捷喺獄中嘅囚友亦都表示翻咧，喺佢被槍決後之後咧，話睇唔出咧鄭捷喺呢件事度有咩後悔或者痛苦，亦因為感受到鄭捷嘅冷血咧。佢身邊嘅獄友咧嚇得咧夜晚都唔敢瞓覺，甚至要求咧去換啲即係監獄嘅房間，證明咧鄭捷係恐怖到咧連佢身邊嘅獄友都即係啲囚友咧都嚇驚咗。咁呢個其實咧真係冷血都有啲恐怖嘅。雖然咧聽落鄭捷呢個一個人咧一個無差別攻擊累到4個人死咗。20幾個人受傷已經係非常之恐怖，但係其實咧最恐怖嘅都未完成。喺案發之後冇幾耐，有崇拜鄭捷嘅人咧，隨即喺 Facebook 度咧創立呢個鄭捷嘅粉絲團。呢個 fan page 咧介紹自稱就寫住鄭捷先生，東海大學環工系嘅高材生，樣貌俊秀，體格健壯。為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我敬愛你，我崇拜你，我支持你。並寫住傳記，手起刀落，清除社會污染物，係世人嘅偶像，救世主，整頓人間嘅天使。佢呢篇咁嘅 fan page 喺短短嘅幾個鐘咧，竟然有2000個人以上咧係撳 like 按讚。當然啦。大部分人應該都唔認同呢件事，所以好多人咧就紛紛檢舉咗，令到呢個 fan page 咧一度關閉咗。但係咧，去到當晚嘅9點半咧又開返，亦都強調，如果你唔認同呢個 fan page 粉絲團嘅理念，請你立即離開。如果你唔係一個處女，即係佢覺得唔夠純潔啦，亦都請立即離開。請勿留言謾罵，謝謝。喺2014年5月22日嘅夜晚，即係事發嘅1日之後嘅夜晚，被網友人肉搜查到咧，呢個轉貼者咧係一個姓彭嘅人。彭咧就喺5月23日嘅下晝1點半咧就到案澄清，佢就話轉貼呢個粉絲團嘅文章咧，佢唔係版主，亦都咧向社會大眾道歉。警方喺重新追查後咧，發現咧呢個 IP address 咧係喺香港嘅，認為咧有人咧用跳板程式咧，即係類似啲即係跳嚟跳去嘅 IP address 咧，去逃避追蹤，懷疑咧
呢個版主咧甚至有一個專業嘅背景。警方就分析過呢個跳板程式嘅漏洞，追尋到真正發出嘅地方咧，唔係香港，係喺台灣新北市嘅泰山區。再依照版主先前嘅留言咧，曾大讚蘋果嘅手機，消遣網友咧話佢哋都係用 Android 手機，咁啊鎖定咗一個咧用 iPhone 5S 嘅疑犯。喺同年2014年嘅6月22日，呢個版主就落網。佢咧嘅身份咧就係一個大同大學資工系學生，叫嚴成電。嚴咧表示犯案就係想引起父母嘅關注，咁我覺得佢做埋啲白痴嘢啦，對其他人傷害咁大嘅，你居然攞嚟當開玩笑。咁但係咧可以咁講，佢唔係唯一一個，亦都可能係2000個有好多隱形嘅人係支持上次嘅。點解咁講咧？喺10年之後，即係2024年嘅5月21日，呢個鄭智呢個無差別事件發生嘅10週年嘅上晝，喺台中捷運咧，亦都發生模仿佢嘅一個持刀隨機傷人案件，共造成咗4個人受傷。兇徒咧就喺車廂被見義勇為嘅路人咧去壓制住嘅啫，除咗被警方逮捕，兇徒咧就講明咧係話要模仿鄭智嘅犯案。咁喺2024年嘅11月8日夜晚咧，北捷咧嘅板南線新蒲站亦都發生咗一個傷人案，42歲嘅黃姓女子咧就持啲戒刀咧行兇，造成2個傷。不過呢個咧就唔肯定佢係咪模仿鄭智。換言之咧，呢啲咁嘅無差別攻擊咧，就無日無之喺某啲人嘅心目中咧，仍然係發揮緊嘅。所以姑勿論你喺世界各地都好，搭一啲交通工具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注意身邊嘅人有冇咩異動。雖然可能最終都避免唔到啲慘劇發生，但起碼我哋可以盡量咧第一時間反應，可以令到自己咧減低咗如果大家有時講遇到一啲傷害咧，可以減低一啲受傷嘅程度。咁啊，鄭智呢個案件咧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對關於咧鄭智個喺呢個台灣嘅無差別攻擊咧有咩想講下咧，都歡迎喺我留言板講下啦。亦都如果大家中意呢段片咧，歡迎俾個 like 我啦。亦都咧可以 share 翻段片出去，或者咧未訂閱嘅朋友，絕對歡迎你哋咧可以撳翻個頭像做翻個免費訂閱，記得加埋鐘仔。呢度咧就係 YM 工作室，我係阿佬。咁啊，多謝大家咧用寶貴時間去收睇收聽，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